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好家伙，2月28日赵丽颖获人民日报海外版点名，她这次连幕后都玩明白了。还没有成为顶级明星之前，赵丽颖在娱乐圈究竟有多么卑微？只因为她的背后没有任何的人脉和靠山，所以其他导演就不断的对其进行欺负。只因为她在剧组做了一个嘟嘴的表情，结果导演直接贴脸开大，说道：“你这简直就像个猪嘴。”曾经那个被导演无情攻击的18线小演员，现在已经逆袭成为人民日报海外版都点赞的顶级女明星了。在得到巨大的流量和支持之后，赵丽颖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报复任何人的，只是希望自己能够变得更优秀。现在还直接把目标放在了幕后，本以为隔行如隔山，直到看完她所做的事情后，大家才明白为什么人民日报海外版要对其进行点名了。现在的她究竟有多么优秀？难道她真的把注意力放在了幕后吗？被剧组恶意针对。如果现在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赵丽颖，我能想到的就是苦尽甘来了。曾经在还没有火起来的时候，圈子里的很多人都对她真的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恶意。明明她什么也没有做错，只是想拍摄优秀的好作品，可不少的导演却想尽一切方式对她进行为难。比如说出现在《宫锁沉香》这部剧当中的时候，当时在娱乐圈名气还不是很大的她，还需要给比自己小4岁的周冬雨当配角，并且在当配角的过程当中，导演组为了避免周冬雨清纯的形象受到影响，把一些大尺度的戏份全都给到了她的身上。其实在大尺度戏份这件事情上，娱乐圈很多的女明星是不愿意用自己的身材来博人眼球的，只不过当时的赵丽颖却没有勇气拒绝，因为来到娱乐圈好几年的时间，这个角色还是第一个接到的女二角色，之前全都是跑龙套的，所以尽管要牺牲自己的形象，最终她还是只能选择忍气吞声。导演组当时给她的这些衣服也真的非常的暴露，并且在拍这些亲密戏份的时候，周边还有很多人围观，这真的是可想而知的尴尬。不过好在她成功克服了这些人的嘲笑，在这部剧播出后，很多人都觉得作为女二的她表现一点都不比女主周冬雨要差到哪里去。现在距离这部剧已经播出了很久，女一和女二的发展也截然不同。大家在提到周冬雨的时候，会做出一副非常鄙夷的模样，因为这些年实在传出了她太多不好的消息。但是在提到赵丽颖的时候，大部分人都竖起了大拇指，因为她这些年给观众推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其中有一部古装仙侠剧，直接让人民日报海外版都进行了夸赞。这部剧就是《与凤航》。在这部剧刚播出的时候，很多人都以为这部剧会按照传统的古装套路来写，那就是女主为爱所困，又或者是男主挺身而出救了女主。直到真正用心观看这部剧的时候，大家才对这部剧有了不一样的看法，完全就打破了大家对女性柔弱的传统认知。赵丽颖出现在这部剧当中，直接就成为了侠义满满的女王爷，在对待很多事情的时候，也有着自己聪慧的头脑，是完全不需要依靠任何男人的。最重要的是，她在表演相关古装剧和仙侠剧的时候，并没有出现任何同质化的情况。之前由于赵丽颖所走的一直是这2条道路，所以也有很多粉丝担心她会不会一直就停留在舒适圈了。不过从她在《与凤航》当中的相关表现，其实就可以得知答案了，那就是她并没有一直停留在舒适区，不然这部剧在播出之后，怎么可能获得如此高的热度？选择身兼多职，并未让其失望。
当赵丽颖和林更新再次合作的时候，很多观众也直呼这部剧未来绝对可以爆火。和两人的再次合作来比，还有不少观众发现了一点，那就是赵丽颖在这部剧当中不仅是女主角，同时还获得了监制的身份。一个人要忙2个身份，真的忙得过来吗？只能说咱们有这个想法，就真的是对他实力的一种小瞧。他是从来不会打肿脸充胖子的，他之所以想要把监制这个位置给揽入怀中，那也是对自身实力的一种认可。作为一部女频仙侠剧，想要把这一个题材的剧本给打造好，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涉及各种各样的特效。为了避免观众在观看的时候出现出戏的情况，还特意联系到了10几家特效公司，他们针对每一个不同的特效要进行分门类别的管理。在这部剧成功播出之后，也有很多人好奇赵丽颖究竟是什么原因想要尝试幕后的工作？难道接下来想要转行业发展了吗？在这件事情上，其实她有着自己另外的想法，并不是为了转行发展，而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观众感受到自己真正的实力，同时也可以让观众在观看这部剧的时候成功看到什么叫做真正的东方美学。有了监制这个身份后，赵丽颖也确实变得更加忙碌了，但她并没有捡了西瓜丢芝麻。她先是把主线任务放在了主演这2个字上，对这个优秀的剧本进行了各种深入研究，知道自己最应该要做的就是先把主角的人物性格和各方面的特点给琢磨透彻。只有让自己的演技变得更加突出，才能让观众愿意去观看这部剧。等到观众愿意观看这部剧了，才能感受到这部剧当中所呈现的东方美学。剧组的工作人员对于他的这种身兼多职，其实刚开始也觉得他压力或许会非常大，直到后来他成功把这些压力克服掉，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成功把这方面的事情全都解决掉之后，大家才真正感受到了这部剧的优秀。那么他究竟是如何把这些压力给克服掉的？这部剧在播出之后又能够给他带来怎样的反响？提升自我实力，并未忽视孩子。在拍摄这部剧的过程当中，赵丽颖不仅需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表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去挑选其他合适的演员，对于这些演员的演技也是需要严格把关的，只有这样才能做好幕后的工作。这一次对他来说其实也是一种锻炼，能够让他明白幕后的不容易，同时也可以让他多掌握一个本领。毕竟在这个竞争力无比强大的圈子里，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一直是顶流，也正是受到这种因素的影响，当时的他在忙这部剧的时候，直接就成为了一个不敢停下来休息的陀螺。等到所有的拍摄工作完成之后，他又需要对工作人员的剪辑进行全方面的严格审核。他觉得只有这样做，才能让大家看到这部剧当中的闪光点。不过也有很多人说道，现在的他把重要的心思全都放在了事业这方面，那他对儿子的陪伴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少了？儿子和他在见面的时候真的不会感到陌生吗？当年和冯绍峰在结束这段感情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理解他的做法。明明这么爱孩子，为什么对孩子抚养权这件事却半点都没有要争夺的意思？其实这也是赵丽颖真正的聪明之处，她知道自己的家庭背景，想要和冯绍峰来比，差距其实是比较大的。这时候肯定也会有一些人反驳，明明她都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了顶流女明星，怎么可能在金钱方面会比冯绍峰的条件要差？虽说她确实成为了顶流女明星，但她知道对方的家底比自己更加的了不起。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事情是用钱没有办解决掉的，所以思考再三后，还是决定把抚养权交到孩子父亲的手上。在这件事情上，
冯绍峰对孩子确实也是很负责的。虽说离婚之后也传出了不少的花边新闻，但他并没有忽视对孩子的陪伴，这一点从狗子频繁的爆料就可以看出来了。在儿子学校需要他参加活动的时候，他也和很多普通父亲一样，打扮非常低调，就来到了儿子的身旁。在儿子玩累了的时候，他直接就成为了人肉椅子，让儿子好好躺在自己的身上休息一会儿。这时候大家才明白赵丽颖真正的聪明之处，如果孩子没有在她的身边成长，那么她和孩子的感情自然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作为母亲的赵丽颖，不管有没有和孩子生活在一起，她都会永远的爱自己的孩子，毕竟这可是自己在鬼门关走一趟才带回来的孩子。而且在她不需要工作的时候，她其实也把很多的时间都花在了孩子身上。这一点从去年9月份登上热搜的消息就可以看出来了。作为收视女王的她，为了陪儿子好好的玩耍，还特意带着儿子来到了沙滩公园，和很多普通的母亲一样。从这也可以看出，虽说他们的儿子从小就面临父母离异的被动，但不管两人的关系如何，都没有改变过对孩子的爱。